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打车常见错误。小美，你打车有没有遇过怪事？怪事？你说什么怪事呢？就是说了目的地，司机却停在奇怪地方。哎呀，你也有这经历啊？我还以为是我错了。是啊，我最近就遇到了一次这样的。怎么回事？快点给我讲讲。我要去商场，就说到某某商场。这不是很清楚明白吗？对啊，结果司机把我停在了后门。后门？那不是很不方便走路吗？对，我还得绕一大圈才能进去。哈哈，这真的有点错了呢。没错，当时我就想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猜司机可能是觉得后门近吧。也许吧，但他没问我想去哪个门。这就是打车的一个小挑战了。对，语言上可能不够具体啊。是的，有时候目的地不止一个。尤其是有很多门的大学或者医院。没错，如果你只说去大学，司机可能随便停在一个门。对游客来说，这真是个问题。他们可能不知道具体哪个门方便。所以，我们需要说得更清楚些。比如，到大学南门或者北门。这个细节真的是很重要。我以前就犯过这个错误。我也是，有次去医院看朋友。你也遇到类似情况了吗？对啊，我说到某某医院就完了。然后司机停在了急诊室门口。差不多，他停在了一个偏僻侧门。哈哈，你是不是看起来很着急？才不是，我只是想去住院部。所以，下次要说到医院住院部，或者是到医院正门才对。真是很宝贵的经验之谈啊。还有，在哪个路口也很重要。哦，你是说停车的时候吗？对，有时候没有很明确的门。比如，在一个很长的街区啊。没错，司机可能停在前面一点，或者停在后面一点点呢。结果你还要走很远的路程。这就不是我们想去的目的地。所以，要说在那个红绿灯路口停。学习了，这些细节真的很有用。对啊，能避免很多小麻烦呢。真是打车时需要多注意的。语言和文化都影响着我们呀。是啊，真是这样。所以说，比如，有时候会碰到司机不认识路。哦，这可真是个大麻烦。结果呢，就会绕很远的路程。那我们怎么能避免呢？可以提前说清楚路线方向。比如往东走，然后左转。对，或者看到麦当劳右拐。哇，这比直接报地址更管用。因为司机对地标更熟悉啊。还有，关于付款方式呢？很多地方现在只用手机支付。我朋友上次就没带现金。结果司机师傅很生气啊。哈哈哈，这可太尴尬了。所以，上车前可以问一下。就说师傅，能扫码支付吗？
也可以直接说我只有微信支付。提前沟通避免了麻烦。我有一次，司机突然打电话。哦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他是问我确认目的地位置。他想更精确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原来是这样，考虑得很周到。这是他们负责任的表现。就像中国人喜欢确认细节。对，沟通能避免很多问题。即使是小事，也要弄清楚。那么，你遇到过类似情况吗？说到沟通，还有语音识别呢。哦，你是说发音不标准？对，或者有地方口音时。这真的很有趣，是个挑战。师傅，我要去火车站。如果发音不准，会听不懂。司机可能会问火车哪？哈哈哈，这个例子太形象了。这时，地图指引就重要。对，直接给师傅看地图。或者把目的地写下来。文字信息更不容易错。这也是一种文化适应啊。确实要灵活运用方法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司机会推荐路线。哦，不是走最短路线吗？不一定，他们会考虑路况。所以，这需要我们判断力。说到路线，下次我们聊聊高速费。哎呀，那可真是更复杂了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尽管说。你有没有遇到过目的地发音不准？哈哈，这个太常见了。有时地名很像，司机听错。对，我上次去西湖说成喜路。哇，那区别可太大了。幸好司机多问了一句。所以，二次确认真的特别重要。没错，最好重复一下。我有朋友把王府井说成王府井。声调不对就完全变了。司机师傅一脸困惑的表情。这种情况下，地图是救星。真的，直接指给他看最清楚。不过，有时师傅不看地图。啊，还有这种情况吗？他们会很自信地说：“我熟路。”这就看司机的心情了。遇到过一次，把我带偏了。然后呢？你怎么解决的？我坚持看地图，给他指路。真是个小插曲，幸好没远。可不是嘛，所以要多留心。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信任？怎么说呢？可能是习惯。或者他们觉得自己更专业。也有些师傅很自信。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？这种沟通的细节真的很多。对，除了发音，还有方言。哦，方言就更难理解了。比如四川话，我基本听不懂。哈哈哈，那真是考验。这时候，文字又派上用场。我还遇到过一个有趣的。是什么？快告诉我听听。司机师傅一边开车一边唱京剧。哇，这太有特色了吧！他唱得很投入，还问我懂不懂。你怎么回答的？
哈哈哈。我说听得懂一点点，其实不懂。那是一种文化分享啊。确实，也是一种人情味儿。不过，如果时间赶，就有点……下次我们可以聊聊支付。支付方式可比这个复杂多了。对，还有支付安全问题。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呢，比如拼车。哦，对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拼车啊，我其实不太喜欢。为什么呢？省钱不是挺好的？时间不确定，要等别人。是这样，我上次就等了很久。有时还会绕路，有点麻烦。对，而且跟陌生人坐一起。空间也小，说话也不方便。我有一次，司机走错路了。哇，那拼车的人怎么办？大家都互相看，气氛很尴尬。这就是拼车的文化挑战啊！确实，要学会体谅别人。而且沟通也很重要，要礼貌。说到沟通，还有支付问题。支付方式种类真是太多了。是啊，微信、支付宝最常用。但有些地方还是要用现金。对，比如偏远地区信号差。我就遇到过扫码支付失败。哎呀，那你当时怎么做的？我只好找最近的店换现金。真的吗？那可真是个麻烦。所以身上带点现金没错。你觉得现在多少人还带现金？可能年轻人带的比较少吧。老年人好像习惯用现金更多。是的，这也是一种生活习惯。支付的时候要确认金额对。对，而且要留意支付安全。有时会遇到假冒的收款码。哎呀，这个得非常小心啊。这种骗局太常见了，防不胜防。所以要看清收款人名字。最好直接让师傅输入金额。这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。说到保护，我还遇到过一次。什么事？快讲讲看。我朋友把手机落在了车上。哎呀，那可真是个大麻烦。司机师傅竟然主动送回来了。哇塞，这个司机太好了吧！他说那是他的责任，很感动。这种人情味儿真的很难得。所以及时联系很重要。对，知道怎么描述车很重要。车牌号、车型、颜色等等。哎，如果遇到沟通不顺呢？那就更复杂了，下次聊聊。好啊，这个问题确实很有趣。还有语言不通的情况呢？那可真是个大挑战。对啊，光是说清楚地址就难。发音不准，司机听不懂。我有次说机场像鸡汤了。哈哈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司机一脸困惑，太尴尬了。尤其方向词左右前后很绕。是啊，东南西北更是挑战。我记得朋友讲过一个故事。哦，快说说，我爱听故事。他说要去胡同口，结果怎么样？迷路了吗？司机师傅送他去了个小吃店。啊，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。
因为胡同口和好多口。发音太像了，真的要小心。所以说清楚很重要，语气也。没错，太着急会让人误解。有时的说的慢一点，耐心点。或者多加个请，更礼貌。对，像麻烦您到这里停一下。那如果你想让司机绕路，大家会怎么表达才最合适呢？哈哈，这可真是个考题啊！很多人会说师傅，您慢点。但意思可能是开慢一点。还有付款，你知道特别的吗？付款，不是扫码就行了吗？是的，但很少有人会给小费。哦对，在中国没这习惯的。这是文化差异和国外不同。直接说谢谢就够了。但有时候还是会有误会。比如司机走错了路，咋办？哎呀，这个得心平气和沟通。不然可能会吵起来，很麻烦。这种情况真的需要技巧和耐心。我朋友遇到过故意绕远路的。这种就比较少，但确实有。他是导航了才发现不对劲。所以导航提示音很重要啊。否则稀里糊涂就被坑了。还有，记得别在路口突然喊停。那样很危险，司机反应不过来。对，要提前跟师傅说一声。突然想到，如果遇到了黑车，那可真是个更棘手的问题了。价格可能很离谱，或者更糟。下次我们必须好好聊聊这个。好的，这话题肯定很有趣。是啊，黑车确实让人头疼。价格不透明，很麻烦。而且服务没保障的。有些司机还会绕路。这就真的太过分了。我朋友经历过一次。结果后来怎么样了？他据理力争才付钱。真是很勇敢的应对。所以我们都要注意。叫车最好选正规的。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还有啊，行李很多时。要提前告诉师傅吗？对，方便师傅安排。免得车子装不下呢。或是让师傅帮忙放。礼貌沟通非常必要。这些小细节很重要。它们会影响体验感。没错，好的旅程从沟通开始。从细节和理解开始。对，互相理解才好。今天的分享真实用。我觉得学到了不少。比如不能突然喊停。还有和司机多交流。这些都是宝贵经验。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。以后打车更顺利了。避免很多小麻烦呢。比如路线问题处理。还有沟通的技巧啊。真是受益匪浅啊。我觉得最关键是耐心。以及清晰地表达自己。今天我们聊得真开心。收获真的非常多啊。我感觉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？小美分享一下。
提前做好准备和沟通。我学到的是临危不乱。那么，听众朋友们呢？你们打车时遇到过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经验，或者有趣的打车故事。下次我们接着聊黑车。如何识别和安全应对？感谢大家收听，下期见。